大家好，我是田园，今天再和你分享一道炒面。面条有各种各样的，那我今天呢要炒的是这个叫挂面，就平时应该北方南方都叫挂面吧。这个面呢，不管在哪个超市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买得到，所以这样子炒出来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统一的。它这个超市里面就同样的挂面，这个各种的叫法，有的叫刀削面，有的叫宽面，有的叫手擀面。总之吧，各种叫法，我们不管它，就它基本上就是3种标准的规格啦，就是一种就是像我今天买的这种细的，好，还有一种就是宽的，更厚一点，比这个大的，还有一种是介于他们俩中间的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建议大家选这种细的啊，就跟我标准一样出来的，到时候火候啊什么大家都比较好说。今天要炒的这个面呢，我希望它是营养很丰富的哈，大人小孩都能吃的，就是上班族妈妈回家，这个一份面就能涵盖了所有的今天要摄入的营养。肉类呢，我会选这个鸡肉，这个鸡肉是一个 quarter 一个鸡大腿哈，然后我从里面取下来的肉，我们把它切成条。因为面条吧，咱们这个配料也跟它配合一下啊。除了肉，我今天呢还加了一点海鲜啊，4只小鱿鱼，可以换成虾呀或者其他的东西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我还准备了一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呢除了营养，你可以放2个，我就1个，主要是炒面的时候放一个鸡蛋，味道会很好。然后蔬菜部分哈，我会选的花样也是比较多的，冬菇哈，这个泡发的大概3朵，然后胡萝卜跟这个洋葱、辣椒，好，然后就是灯笼椒，这个灯笼椒、青椒啊，炒出来是很香的，要全部切成细丝哈，炒出来会很入味，口感也很好，这个也很关键。那我会再加一点豆芽，搭配上这个脆脆的这个豆芽呢，口感会更好。还有就是说，青菜部分你选白菜呀、什么包菜呀，或者芥蓝啊，什么都可以。那我今天觉得我会选这个上海青吧，上海青我把它就小颗的哈，我就把它对半剖开。好，我们青菜部分都切好了啊，樵夫给个特写就都在这里了，你自己可以自由增减哈，我是推荐大家用这几样，是很香的。现在我们来给这个鸡肉调一下味道哈，盐、酱油是增加咸度的，白胡椒和料酒是可以去腥的，这4样材料先放进去抓匀一下，之后呢，我们再淋一些麻油进去，一是增香，第二个让鸡肉有一些油润的感觉，最后再放生粉裹一下，一会儿炒出来的鸡肉非常的嫩又很入味。刚才的这个4只鱿鱼呢很简单，我们就把它切成圈圈吧，它这个会缩得很厉害，所以你的圈圈不要切太小。我须部分也是给它弄干净完以后对半切开啊，这样待会就可以用了。好，这海鲜部分，然后我们把鸡蛋打一下，加一丢丢盐，给它打散，一边备用。炒这个面呢，其中一个技巧啊，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食材先准备好，然后呢，因为它炒的时候哈，时间和顺序都是有讲究的，该腌的、该切的都准备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准备一个调味料，一定这个要事先调好在一个小碗里面。我这里加了老抽进去，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面呢炒成那个酱油色的。如果你不喜欢那个，你喜欢面白白的嘛，那你不一定要加这么多老抽进去，它主要是为了上色。那讲到老抽呢，老抽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品牌，各品牌是不同的，就是有的老抽是
很浓很浓的，有的老抽呢看起来还跟酱油只比酱油深一点颜色，所以你这个就是看你买回来你自己把握。那因为我这里加了老抽的话，我是要兑点水进去的，那包含里面还有这个料酒都是液体，就让它这个不能那么浓，那么浓一下子倒进去面就不好用哈。好，我们这个炒这个挂面呢，第二个小技巧就是煮面跟炒料可以同时进行啊，因为一会儿这个时间差很重要啊。我这里面呢大概2个人的分量，我就用了250克的这个挂面啊。然后这个水呢，至少1500毫升，我放了1800毫升，这样子呢，这个烧开跟这边炒好会从容一点啊。开最大的火来烧这个水，让它烧开。那同时我们现在转到这边来，我们准备炒料。刚才所有的料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是下点油，因为我一会儿要炒蛋嘛，所以要把这个锅烧热，然后再放油，让油热起来的时候下蛋。你滑下去，它就有这个泡泡起来，说明我们这油热了。因为我们希望蛋呢，油越多越热，这个蛋呢越松啊，不要把蛋炒紧了。但这是个人口感嘛，个人喜好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蛋放下去。我们马上就可以关火了，不用给它，因为我喜欢蓬松的软软的蛋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啊，看松嘛，蓬松的感觉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就放在这个上面蓬松，一会儿呢我们拌到面里面去，就很好吃。我们刚才关火了，利用这个余热就好了。我们把鸡肉放进去啊。好，给它拨开。这时候为什么不能太高的油呢？是因为这个鸡肉里面有淀粉裹着，所以我们太高的油它就这个拨不开了哈。我们就利用余热，这样把鸡肉先拨散。这个腌这个鸡肉的料哈，稍微咸一点会比较好吃，所以我这个刚才料放的比较足，表面发白就可以了啊。因为我们鸡肉切的并不是很厚，对吧？其实它中间基本透了，这时候就可以取出来。你看整个过程我只是利用余热，这样炒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油烟，对吧？你油越大，火越大，油烟越大，是吧？这样子我们就没什么油烟。好，现在是可以开火，我们开始炒香辛料。香辛料现在把火开的不要太大哈，中等的火就行了，这样子不会油烟太高。我利用里面的油就够了。把这些刚才的这个冬菇、胡萝卜、洋葱、青椒、辣椒同时放进去，这个就不用那么讲究了。然后把它拨一下，记得哈，不要用大火炒啊，大火炒的话，它就很容易炒的焦糊哈，就不好看。蔬菜需要加点盐。就是少量的那个，加1/4小时就行了，这样子蔬菜就软下来了。看，一会儿面条看这个丝炒出来是很好看的。这时候听到声音没有？我们这边马上要开了。这个煸炒的过程，我们就要观察这边开了没有啊？这时候呢，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，放在锅里，把火关掉，利用余热让它再软一点。好，现在过来你看，这个开了。第3个技巧就是一定记住哈，这个面是有时间的，就这种细面，水开下去马上开始计时3分钟，一点都不能超过。如果是厚的面，就是比它宽的厚，最厚的那种，一般是6分钟，啊，中等的4到5分钟就基本这样。那我这个是3分钟，记得哈，我们最好用那个 Google 计时，或者家里有一个计时器，一定要不能过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放下去。Okay, Google, set timer 3 minutes. 3 minutes, starting now. 好，就是你看，因为我们水很宽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给它动一动，它也不会糊在一起。这时候可以转小火，至于火力多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里在翻滚就行了，它不扑又在翻滚。好，我现在是最小的火了，让它在翻滚，保持翻滚就行了，只要保持翻滚。好。我们现在先把这边的菜呢
给弄出来。先准备一个肉盆，然后准备500毫升的水啊，冷水。好，这边可以了，3分钟到。我们呢，迅速的把这个面呢倒出来，面捞出来，因为我需要它这个汤，一会儿我要用。这时候我们刚才准备的500毫升的水冲进去，就大概是这个水量吧，拨一下。好，第4个技巧来了，冲完以后。我们把它放在这里，回头来看一下，刚才煮过3分钟之后的面的状态是没有完全熟透的，还差一点点。我们只加500毫升的冷水下去，既让它不黏糊，又让它保持余热，继续把这个面呢焖透，同时又能吸干水分。这里需要让它再等3分钟，不要太长啊。利用这个面汤啊。就刚才煮面的这个汤还在滚嘛，对吧？我们把这2样菜呢给烫一下，这个会漂亮一点。因为为什么这个不拿去炒呢？这个青菜炒完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水基本上刚才你稍微再开一下，它就是开的。我们拿去快速的烫一下，这个烫1分钟就可以拿出来了啊，1分钟足够了。我们把它捞起来。豆芽只要进水捞一下就行了，就是过一下10秒，10秒啊，10秒就可以了，足够了。那么鱿鱼呢也捞一下，也是放进去烫一下，就是放进去一下就取出来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那边的面也等刚好，这2个东西捞好，那边也是3分钟了。这时候面是什么样的呢？面是干的，因为它，你看哈，像抖一下，它面呢就是把这个水呀吸进去了，吸了一部分进去，这面就完全透了，这就跟刚才看的就不一样。它现在面完全透了，而且呢，它没有水水的了，它不会有水。现在就是组合了。我们呢，如果你觉得我需要这里再放一点油也可以，不放油也可以啊。这个因为我刚才这个油特别少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些等于组合了啊，回到锅里，把火开大，豆芽。鱿鱼这里的水要沥干啊，鱿鱼放进来，蔬菜最后放。好，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面放进来了。这时候面是干的，很清楚，就有点像我们焖面的感觉。我们刚才准备的酱料，现在呢往面上倒啊，往面上倒。这里面有蚝油，有老抽。好，一定要拿一个筷子来炒。漂亮嘛？你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鱿鱼啊、豆芽刚刚没烫到熟透的，它就可以熟透了。至于这个调味料，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刚才的蔬菜啊，不要有水的，放进去。如果要颜色再深，你就老抽多放一点，我觉得这样子非常好。给它再让它吸一下风香。这时候呢，就可以轻轻的炒，让面呢一定要热起来，因为我们刚才冲了一点水，所以刚才的水不能多啊，最多500毫升。这个挂面炒出来好看吗？好，这款炒面呢，我们不会像餐馆里面要放那么多的油，是吧？但是它的面呢又不糊，这个面呢很清楚，吃到嘴里不会感觉到油腻。然后我们里面的食材呢又特别的多，所以这是精心打造的一碗炒面，哈，太香了，太香了。
我不想让家里的油烟太大，所以我们这种炒法达不到餐馆那种锅气，但是我们把面条稍微处理一下，利用焖烧的办法，同样可以极具热量，让面完全热透，而且很入味，又少油，软硬刚好，不干不湿，非常入味，香气很足。这个鱿鱼特别嫩，鸡肉腌过以后已经入味了，一条的一条一条很清楚，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不油腻，口感好。它有点像焖面哈，像焖面，它都是干的，这个面出来都干的。但是它跟焖面不同的是，它的食材的层次感很强，因为你是一道一道放进去炒出来的。你一定要记住我给你提的这几个小技巧，因为为了做这一碗面呢，我确实呢花了一些功夫去做对比试验包括就是水冲完多少水，冲多冲少，冲和不冲，还有呢就是冲完以后要不要放3分钟还是不放，我都试过。所以你别看樵夫今天吃的是很好吃的面，但是之前呢我做试验的时候各种的对比的面他也得吃，但是呢他今天是有感受的，这个他知道今天这是真正很完美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呢要相信我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只要记着这个时间差，不要搞乱了，一定会做出很好吃的挂面。而且这个挂面真的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只是有一点，如果你是给小朋友吃哈，那黑胡椒把它免掉，白胡椒还没问题，我放的不多，但是黑胡椒把它免掉，辣椒把它免掉就可以了，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